我们要什么自由？我们要怎么活？推翻共产党，追求新生活。推翻共产党，要尊严要挺过。推翻共产党，追求新生活。推翻共产党，中国人要站着活，站着，站着。近日，有网友以告全国人民书为背景，制作了一支音乐视频。歌曲的核心内容是：只有推翻共产党，中国人民才能站起来，在网络上引发热议。以下是这首歌的一部分歌词：跟着共产党走进火葬场，我们要什么真相？我们要什么未来？我们要什么自由？我们要怎么活？站着！推翻共产党，追求新生活。跟着共产党走进火葬场，孩子的明天被他埋葬，真相被封，尊严被抢，中国人民不能再让。我们要什么真相？目前这首歌的创作者和演唱者仍未曝光。不过，这番号召全民起义的告全国人民书，曾在中共两大军头张幼霞、刘振立1月24日被调查落马后，在网上热传。从信中的内容看，显然是出自中共内部反习派之手。告全国人民书中称，张幼霞和刘振立被立案审查调查，不是简单的反腐，而是赤裸裸的宫廷政变，是中共党魁习近平独裁集团对军中最后一点元老派系、红二代力量乃至整个军队良知的血腥清洗。信中列举了习近平的各种暴政，接着对军中兄弟们，特别是张幼霞、刘振立的嫡系部下、老部下、老战友喊话：今天抓张幼霞、刘振立，明天就会轮到你们。你们手握钢枪，保家卫国，却眼睁睁看着国家被一小撮人绑架，人们被压榨到极限。难道你们还要继续沉默？难道你们还要继续为虎作伥？历史告诉我们，当暴政走到顶峰，军队就是决定性的力量。最后信中呼吁，起义吧，现在起义就是自保，就是为民除害。军中除了对军人喊话，书中还呼吁工人停产游行，占领广场，农民举起锄头镰刀，加入起义洪流。让我们高举推翻习近平暴政，重建民主中国的旗帜。让我们用行动宣告，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。中共暴政倒行逆施，民众已无法忍受。如今，中国社会正进入一个极度不安的转折点。在许多城市，找不到工作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普遍处境。而这种困境并不局限于中小城市，即便是在资源最集中的北京，打工人同样面临就业机会减少、岗位竞争激烈、薪资不断下滑的现实。2026年刚开始，我和老公就要面临双双失业，老公公司要裁员的消息，一时真的挺让人不知所措的。生活还是要继续，我们只能一步步往前走。想想现在这环境和以前真的比不了，那会儿大环境机会多，节奏快，想换工作基本没有空档期，薪资也比较满意。没想到短短几年，找一份相对合适的工作真的太难了，北漂的日子一刻也不轻松。最近找工作依然不顺利，投了几百家公司，要么已读不回，要么学历不符合，每天的心情都在紧张和失落之间。博主说，今年她和丈夫双双面临失业，这让她突然意识到，当初如果选择考公务员，也许才是更稳妥的道路。但那时候他们刚毕业，只想着赶紧多赚点钱。两个人都来自小县城，一心想尽早为家里减轻负担，根本没想过考公务员。主播的时候，刚来北漂的小妹妹就问我说，在北京是不是北漂很难找对象？在北京时间长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感悟吧。我在北京已经能有将近6年的时间了，我个人觉得是挺难找的，对我来说是这样的。我也不是没有在北京处过对象，也是有过男朋友的。
但是最后没有服装时间就会分手。博主认为，在北京工作的年轻人很难找到对象，主要有2个原因。首先是大家都太忙了，加班时间长，工作节奏快，几乎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维系一段感情。下班后，两人很少有时间牵着手去公园散散步，一起吃顿火锅，随便逛逛街，这样的时间少之又少。第2个原因是距离。北京虽然只是一座城市，但范围太大。他住在海淀区，如果对方在朝阳区或昌平区，那就离得比较远了，一周见上1、2次就算不错了。忙碌加上距离，让2个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脆弱，互动越来越少，慢慢就不再联系了。大家发现没有，今年餐饮生意根本就不正常。1月份元旦刚过，直接秒过淡季，很多餐饮老炮直接被干懵了。我身边有很多同行朋友他们都觉得从去年10月份开始，生意直线下滑，那些经常来光顾的老顾客不见了，同行却变多了。你说这餐饮好做吧，月月都有人关店；你说它难做吧，又每天都有人开新店。我觉得真的像围城一样，没干过的餐饮小白想进来，在里面的老炮还在煎熬。现在不仅人在过冬，餐饮也进入了寒冬时代。北漂15年，39岁被互联网大厂裁员3个月了。我没结婚，每个月房贷4500，朋友一直劝我把这个40平米的小家租出去，能租5000左右，够还月供了。去燕郊租个1500的1居，朋友说的话道理我都懂，可我就是舍不得，怕租客不爱惜我一点点收拾好的小家。更重要的是，最近投了很多简历，回复却很少。真要是搬那么远，每天通勤3、4个小时，怕是要错过合适的工作机会。虽然有时焦虑，但还是要努力。现在除了每天投简历，有时会跑外卖，补贴日常开销。各位实体老板娘，不要再焦虑了，你的生意不好，其实说白了跟什么你的陈列也好，你的价格也好，你的店铺位置也好，没多大关系。货基本都是那些货，价格你说再低，低不到哪里去。说白了就是没人，不是你销售能力的问题。假如说现在这个时候，你把电商关闭3个月、4个月，你试一下，整个实体行业都会好。你们认为呢？也知道这工作真的是一年比一年难找了。我刚来北京那时，工作还没有像现在这么难找，招聘的公司也很多，约的面试也不少。明显的感觉到工作不好找是在24年6月份，我入职的第1家公司，底薪一直是6400，可是再招人时变成了5900。当时很多大学生过来面试，因为工作强度太大，1点下班居然成了耻辱，不加班会被约谈。所以公司是一直在走人的同时，又一直在招人，一直到后面底薪变成了5400。虽然钱变少了，可还是会有很多人来入职。我是在10月份离职的，当时我这个行业的薪资水平，在整个大环境下，普遍是降低了1000的。博主说，他花了1个月才找到一份新工作，是一家初创公司。当时因为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岗位，只能想着先将就一下吧。结果在那里干了3个月，他终于明白为什么网上总有人劝大家尽量避开初创公司。在初创公司，一个人往往要干2个人的活，天天加班，深夜开会，却看不到任何起色。公司随时都有倒闭的风险，于是他在年底选择了离职。最近他总会想起小时候的日子，那时住在村里，外面是绿油油的田野。傍晚时分，在自家小院里摆张桌子，全家人坐在葡萄藤下吃饭。小时候总盼着快点长大，却不知道那时才是最幸福的时光。看到了吧？晚上6点多钟，平时这个点呢，这是上人的时候。这几天都是这个情况。你们看哈，如果要再持续这个样子，我把店关了，我回家过年去了啊！一年到头靠守着2天也没用。今年这邪门的很，从年头就没人，到年尾了。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人挺多的，怎么回事？你们那边都怎么样？我今年34岁，8年北漂，2年西漂。2023年9月开始2次北漂，前段时间因为公司业务调整被裁员，很多朋友都劝我回老家吧，理由是北京压力大，房租贵，消费高，还有的是说我年龄大了，赶紧回老家找个普通人结婚生孩子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对于刚才说的我是继续北漂还是选择回老家这个问题，
首先说北京压力大的，我认为作为普通人，在哪里压力都很大，别觉得在小县城生存就没有压力。博主说，对于要不要回老家，他觉得在小县城打工更难，那里机会更少，选择更有限。他也不认同那种年纪大了就要赶紧结婚生子的说法，在他看来，人生不该被各种固定模式绑架，那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。这些店都已经死了，只不过他们不承认而已。整条街都在出租，不出租还没有人，太惨了，越来越惨呀！说还没用呀，喊破喇叭也没用，喊死也没用。这实体店老板真的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，没有社保，没有休息日，苦苦的熬一天，等不来几个人。今天是北京36岁一天面试3家公司的一天。上周突然想找个工作了，23年裸辞失业后，在家待了快2年。上周投了100份简历吧，拿了3个面试机会。上午面试的单位是和生汇旁边，也是个大健康行业。我面试的是一个年薪20万的基础岗位，接近10年没出来面试，一时间还挺陌生。第一家公司先做17号线，再做14号线，通勤时间来回3个小时。我觉得通勤时间有点长呀，晚上回来根本没法陪孩子，感觉自己都不太想去。不过人家也不一定要我呢。博主说，过去找工作时，他从不把通勤时间当回事，只要公司前景好，收入稳定，他就愿意投入全部精力。可现在他不得不把陪伴孩子的时间纳入考量。那天他连着面试了3家公司，整个人都累垮了。回到家后，他简单做了点饭给孩子吃，孩子不挑食，吃得很香，这让他感到些许满足。但想到未来，他还是有些忐忑，究竟能不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呢？他心里有点迷茫。你看吧，这个没生意吧，老板在打牌，还有这个烧烤一桌都没有。你看吧，这个也是啊，一桌都没有。你们都说2025的生意难做，2026年只会更难，越来越难，所以千万不要再来做餐饮了。餐饮真的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好做。打算结束9年北漂，回河北老家了。现在是早上7点多钟，我想了一宿，想了一晚上。其实我都没有想到我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。我前段时间刚刚经历了裁员，失业了，投了将近200份简历，都石沉大海。眼看下个月初就要交房租了，一交就是一大笔，不到2万块钱。这些事儿就像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面，喘不过来气儿。其实失业以来，我都挺焦虑的，然后睡眠质量也很差，家里地板上都是我成把掉头发。博主说，这几年在北京，他大概搬了7、8次家，也经历了4次裁员。北京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快，压力大的让人喘不过气。这里有加不完的班，挤不完的地铁，吃不完的外卖，还有交不完的房租，熬不完的夜，这些都让他感到身心俱疲。于是他决定结束北漂生活，回河北老家好好休息一下。我算是知道了为什么现在实体店干不下去的一大堆。就刚刚来了2个小姑娘，她说来买个蓝牙，然后我巴拉巴拉跟她介绍一大堆，她看中了一个就是她这个年纪会比较喜欢的款嘛，就是那种卡通款。然后她就问我，老板娘这个多少钱？我说55，但是我当时心里想的是，就肯定要还价嘛，万一还个40啊，我也就卖了，大早上开个张嘛。结果呢，他当场掏出了他的小手机，给我来了个扫一扫。我当时那个心理状态，我就想朝天给他翻个大白眼。果不其然，他转头就跟我说：“老板娘，你这个太贵了，网上这个款才28块钱。”老板娘耐心地跟小姑娘解释说，不能这样算，因为实体店要付人工、房租，还有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。开销远比网店大，而且东西摆在你眼前，看得见摸得着，还能试试合不合适，这些都是网购比不了的。小姑娘想了想说，老板娘，要不这样吧，网上卖28块，我给你30块，你看行不行？老板娘拒绝了，小姑娘便转身离开了。看着她的背影，老板娘忍不住叹气，实体店的成本摆在那里，真的没法跟网上比。现在是12月5号，然后7点半的时间啊，有一些店铺都已经关门了。这个店已经1个多月都没租出去了，一直空着在，估计房东心里也很着急，因为毕竟1个月大几千块钱的房租。整条街真的没有人。照理来说的话，星期五的晚上应该是人流量会多一些啊，因为我们这条街基本上没有人。
没有人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